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，简直是让我这个干了10几年红娘的人都直呼离谱。这不，前几天我负责接待了一位从大陆来台湾找对象的女孩子，说是女孩子，其实已经32岁了。在大陆那边属于妥妥的大龄剩女了。这位女士姓林，我们就叫她林小姐吧。林小姐一下飞机，我就被她浑身上下的名牌给闪到了眼睛。爱马仕的包包，香奈儿的外套，脚上踩着巴黎世家，耳朵上还戴着卡地亚的耳环，真是从头到脚都在哐哐哐的砸钱啊！丽姐，久仰久仰，我们网上聊了这么久，终于见面了。林小姐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那股子干练劲儿，一看就是在大陆职场混得风生水起的人。林小姐啊，你好你好，先去酒店放行李吧，路上咱们聊聊。我带着她上了车，心里其实还挺期待的，毕竟按照她给我的资料，这位可是名副其实的3高女性啊，高学历、高颜值、高收入。结果刚一上车，林小姐就开门见山，丽姐，我就直说了，我这次来台湾就是找个条件好的台湾男生，最好是公务员或者大企业高管，年收入至少要新台币200万以上的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在台湾年薪200万新台币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。这位林小姐一来就设定这么高的门槛，恐怕不太容易啊。林小姐，你为什么特别想找台湾男生呢？我试探性地问道。哎呀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啊。林小姐翻了个白眼。现在大陆那边的男生，要么就是妈宝男，要么就是事业心不强。我在深圳工作这么多年，遇到的男生不是嫌我年龄大，就是嫌我强势。还有的一听我是单身，就想着占便宜，真是烦死了。我听说台湾男生特别顾家，对女生也很温柔体贴，所以就想来这边碰碰运气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更加犯嘀咕了。虽然台湾男生确实普遍比较温柔顾家，但也不是林小姐想象的那样，个个都是高富帅啊。而且台湾这边的婚恋观念跟大陆还是有差异的，台湾人更看重2个人的契合度和相处方式，不像大陆那么看重物质条件。林小姐，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要求吗？这样我好给你安排合适的相亲对象。我继续问道。没想到林小姐这时候脸色突然变了变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说：丽姐，我有件事情必须坦白。其实我现在每个月都背着2万元人民币的债务，这些都是我之前创业失败和日常消费欠下的信用卡债。我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的台湾男生，能帮我一起还债。啥？我差点没刹住车。林小姐，你是说你每个月要还2万元人民币的债务？那差不多是9万多台币啊。是啊，所以我才需要找个有钱的台湾男生啊。林小姐理直气壮地说，我颜值高，学历好，在大陆那边也是很抢手的，只是我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太好，需要找个能力强的男生帮我一把，只要他能帮我还债，我就嫁给他，保证做个好妻子。我听完这话，内心真是卧槽了1万遍。这位林小姐把婚姻当成什么了？直接把能帮我还债作为择偶标准，这也太功利了吧。但作为专业红娘，我还是很耐心地跟她解释，林小姐，台湾这边的婚恋观念跟大陆不太一样，台湾男生普遍比较传统，很看重女生的家庭观念和价值观，他们可能不太能接受一上来就被问收入，更不用说直接被要求帮忙还债了。林小姐撇了撇嘴，丽姐，你就别给我灌心灵鸡汤了，现在这个社会不就是看钱吗？我这人最直接了，没必要拐弯抹角的。你就告诉我，你给我安排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什么条件吧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告诉他，第一位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，今年35岁，收入稳定，有自己的房子，为人踏实温和，很喜欢照顾人。科技公司，那年薪多少？林小姐立刻追问。1年差不多新台币150万左右吧。我如实回答，才150万。不行不行，太低了。林小姐立马摇头。丽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在大陆那边相亲，开口至少都是年薪100万人民币起步的，你给我介绍这种条件，怎么可能行？
我不禁苦笑，林小姐，台湾这边的薪资水平跟大陆大城市不太一样。150万新台币在台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，而且这位男士人品特别好，在公司很受尊重。人品好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林小姐翻了个白眼，算了算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就见见吧，反正也是你安排的。看着林小姐这副傲娇的样子，我心里已经为即将见面的这位男士捏了一把汗。台湾男生普遍比较含蓄内敛，很少像大陆那样直来直往。如果林小姐这样的态度去相亲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安排林小姐和第一位男嘉宾周先生在一家日式料理店见面。周先生提前半小时就到了，穿着得体的衬衫西裤，还特意带了一束花，一看就是用心准备的。而林小姐呢，迟到了20分钟。进门第一句话不是道歉，而是环顾餐厅说，这餐厅也太普通了吧，我在深圳都是去米其林餐厅吃饭的。周先生有些尴尬，但还是礼貌地起身打招呼，林小姐你好，我是周志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哦，你好。林小姐随意的回应，然后直接坐下翻菜单。这里最贵的菜是什么？我要点那个。周先生有些困惑，但还是保持微笑。林小姐喜欢吃什么，尽管点。刚点完菜，林小姐就开始了她的查户口模式。周先生，听说你是做科技的，具体是什么职位？年薪多少？有没有房子、车子？准备结婚后给女方多少生活费？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周先生一愣一愣的。在台湾，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直接问收入和财产状况是非常失礼的行为。林小姐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互相了解一下兴趣爱好、生活方式什么的。周先生委婉的提议。哎呀，那些都是虚的，咱们还是直接一点吧。林小姐不耐烦的摆摆手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每个月有2万人民币的债务要还，我需要找个经济条件好的男生帮我分担一下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具体收入是多少？如果你能帮我还债，我可以考虑嫁给你哦。这话一出，周先生的表情瞬间凝固了，原本温和的眼神变得有些冷淡。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慢慢地说，林小姐，我想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在我的观念里，婚姻是2个人共同生活、互相扶持的关系，而不是一方解决另一方经济问题的途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嫌我直接喽？林小姐皱起眉头，我这人就是性格直爽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总比那些装清纯实际上心机重的女生好吧？我至少敢说出我的真实想法啊。周先生摇摇头，不是直不直接的问题，而是价值观的问题。我尊重你的坦率，但我不认为我们对婚姻的理解是一致的。林小姐一听这话，立刻不高兴了。呵，说白了就是你不行呗，是不是收入不够高，怕养不起我啊？台湾男生就这点出息，怪不得那么多台湾女生都往大陆跑呢。眼看气氛越来越僵，我赶紧出面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第一次见面可能有些理念不合，很正常。周先生，林小姐她可能是开玩笑的，别往心里去。周先生虽然不悦，但还是保持了风度。没关系，丽姐，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，今天的餐费我已经付过了。林小姐，祝你找到合适的对象。说完，她礼貌地点点头，起身离开了。周先生一走，林小姐顿时就炸了锅。哎呦喂，这台湾男人怎么这么矫情啊？我不就是实话实说吗？丽姐，你这第一个介绍的人也太差劲了吧，连个女生的债都不愿意帮忙还，还好意思说什么价值观不合。我看着林小姐一脸不忿的样子，实在是忍不住了。林小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才是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上来就问人家收入，还直接说要人家帮你还债，换作是谁，恐怕都会觉得不太舒服吧？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林小姐理直气壮地说，在大陆相亲不就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吗？我有债务问题，我直说了，这有什么不对？难道还要我装作很单纯，然后结婚后再慢慢露出真面目吗？那才叫欺骗呢。我摇摇头，无奈地解释，林小姐，台湾这边的婚恋文化跟大陆真的不一样，台湾人相亲更注重2个人的相处感觉，价值观是否一致，而不是一上来就谈物质条件。
特别是像你这样直接把能帮我还债作为择偶标准，在台湾会被视为非常功利的行为。那台湾人是不是太虚伪了？林小姐撇撇嘴，难道他们结婚不在乎对方的经济条件吗？我才不信呢。当然在乎，但不是唯一在乎的，更不会这么直白地问。我耐心地说，台湾人更看重的是两个人能否互相尊重、理解，能否建立起真正的感情，而不是把婚姻当成一场交易。林小姐嗤之以鼻，哎呀，丽姐，你就别跟我说这些虚头巴脑的了。我今年都32岁了，在深圳那边早就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了，我哪有时间慢慢培养感情啊？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、愿意帮我还债的男人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看着他这副态度，我心里直叹气。这位林小姐固然长得漂亮，学历也高，但这种择偶观念在台湾这边估计很难行得通啊。好吧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还是会尽力帮你安排的。我说，不过林小姐，我还是建议你调整一下心态和表达方式，不要一上来就问对方收入，更不要直接说什么能帮我还债就嫁这种话，好吗？行，我尽量委婉一点。林小姐勉强答应，但那语气明显是敷衍了事。第二天，我给林小姐安排了第二位相亲对象，李先生，台北一家金融公司的部门经理，38岁，离异无子女，经济条件相当不错，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应该算是相当匹配林小姐的要求了。见面地点是在一家高级西餐厅，这次林小姐总算是准时到了。李先生人如其名，彬彬有礼，见到林小姐后主动起身相迎，还贴心地帮她拉开椅子。林小姐你好，我是李明哲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李先生微笑着说。林小姐打量了一下李先生，勉强点了点头。你好。刚开始的气氛还算融洽，李先生主动聊起了自己的工作和兴趣爱好，还询问林小姐在大陆的生活情况。林小姐虽然回答的有些敷衍，但至少没有立刻开始查户口。听说你在深圳工作，深圳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呢。李先生温和地说。是啊，深圳发展的比台北快多了。林小姐有些骄傲地说，我在深圳做投资顾问，年薪50万人民币呢。哇，那确实很厉害。李先生由衷的赞叹，你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女性。听到李先生的夸奖，林小姐似乎心情好了一些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工作成就和生活品味。从她的描述中，我能感觉到她在大陆确实过着相当精致的生活，名牌包包、高档餐厅、豪华公寓，但同时也暴露出她极强的攀比心理和超前消费习惯。说起来，我现在每个月光还信用卡就要2万块钱。林小姐不知不觉又绕到了这个话题上，都怪我前几年太冲动，想创业，结果亏了不少，再加上平时消费比较高，所以欠了一屁股债。李先生表情有些微妙，但还是礼貌地问，那你现在的工作能慢慢还清吗？还是有点吃力的，所以我才想找个条件好的对象嘛。林小姐理直气壮地说，李先生，听说你是金融公司的经理，那你一年收入大概有多少啊？虽然语气比前一天委婉了一些，但本质上还是在直接询问对方的收入。我在一旁暗暗捏了把汗。果然，李先生的表情明显变得有些尴尬。林小姐，在台湾，我们通常不会在刚认识的时候就询问对方的具体收入。李先生委婉的回应，哎呀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嘛，咱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林小姐不以为然，我都把我的收入和债务情况告诉你了，你也该坦诚一点吧。李先生轻咳了一声，尽量保持风度，我的收入足够养活自己和未来的家庭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，林小姐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，对未来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期待？兴趣爱好就是购物、看剧、旅游啊，普通女生都喜欢的呗。林小姐随口答道，至于家庭生活，我当然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的老公，这样我就不用这么辛苦工作了，可以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那你喜欢小孩吗？李先生问。还行吧，不过我都32了，可能生育不太方便了。林小姐语气随意，要不然干脆不生了，
生孩子多麻烦啊，还影响身材。听到这里，李先生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。林小姐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的。哎呀，那就看你的诚意喽。林小姐狡黠地笑了笑，如果你真的条件很好，能帮我解决债务问题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生孩子啊。这话一出，餐桌上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。李先生深吸了一口气，放下了手中的刀叉。林小姐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我们对婚姻的理解似乎有很大差异。在我看来，婚姻是基于感情和共同价值观的结合，而不是一场交易。什么交易不交易的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林小姐有些恼怒，怎么你们台湾男人都这么喜欢道德绑架啊？有钱人就该多承担一点责任，这有什么不对？李先生礼貌但坚定地说，帮助伴侣当然是应该的，但前提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真诚的感情基础上，而不是把经济条件作为选择伴侣的首要标准。切，说白了还不是嫌我直接。林小姐翻了个白眼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离异啊？是的，我3年前离婚了，没有孩子。李先生如实回答。那你离婚原因是什么？该不会是因为经济问题吧？林小姐紧追不舍。李先生的表情明显不悦。林小姐，我认为个人隐私不应该在第一次见面就被如此直接的询问，而且离婚原因是很复杂的，不是3言2语能说清楚的。哟，这么敏感啊？那我猜80%是因为钱的问题了。林小姐满脸揶揄，我就说嘛，台湾男人也没那么单纯，还不是看重物质条件。李先生深呼吸了几下，明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林小姐，我想我们可能真的不太合适。谢谢你今天的时间，我先告辞了。说完，他起身叫来服务员结账。喂，你这就走了，也太小气了吧？林小姐不敢相信对方说走就走。李先生只是礼貌地对我点点头。丽姐，抱歉，我觉得没必要继续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餐厅。林小姐看着李先生离去的背影，气得直跺脚。什么人嘛，这么不经斗？丽姐，你给我介绍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一个比一个玻璃心。我无奈地摇摇头。林小姐，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在对方身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的这种直接询问对方收入，把婚姻当成交易的态度，让人感到不舒服呢？那他们也太矫情了吧？林小姐不服气地说，在大陆相亲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大家都很直接的啊，为什么到了台湾就成了什么道德问题了？这就是文化差异呀。我耐心解释，台湾人对待感情和婚姻确实比大陆的1线城市要传统得多，他们更看重2个人的情感连接和价值观契合，而不是纯粹的物质条件匹配。那他们是装清高吧？林小姐嗤之以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台湾女生还不是很看重男方的经济条件，只不过他们不说出来罢了。看重是一回事，但把它作为唯一标准，甚至直白地表达出能帮我还债就嫁这种想法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林小姐，我建议你真的要调整一下心态，不然很难在台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林小姐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那你赶紧给我安排下一个吧，我这次来台湾时间有限，可不能浪费了。看着林小姐这副态度，我心里直摇头。这样的心态和价值观确实很难在台湾的婚恋市场上受欢迎啊。但既然答应了帮她介绍，我还是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。于是安排了第3位相亲对象，陈先生，一位成功的创业者，40岁，拥有自己的科技公司，条件相当优越。但这一次，我特地提前跟林小姐打了预防针。林小姐，陈先生是我认识的人里条件最好的一位了，请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询问他的收入和财产状况，也不要提什么债务的事情，好吗？至少先相处一段时间，了解彼此的性格和兴趣爱好，再慢慢谈这些敏感话题。林小姐勉强答应，行行行，我尽量克制一下。不过丽姐，你确定这位陈先生条件真的很好吗？他具体是做什么的啊？他是做智能硬件的，公司规模不小，在台湾科技圈还挺有名的。我没有透露太多细节，总之他的经济条件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就好。林小姐眼睛一亮，
这次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争取拿下他。听到他把相亲说的像是商业谈判一样，我心里更是没底了。但愿这次能有所改观吧。第3次相亲定在了一家高级日本料理店，这可是陈先生特意挑选的，预定都要提前1个月。陈先生比约定时间提前10分钟到达，西装革履，举止得体，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气场。林小姐这次也很准时，穿着一身名牌套装，妆容精致。一开始的交谈还算顺利，林小姐确实按照我的建议，没有直接提及收入和债务问题，而是聊起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兴趣爱好。陈先生也很绅士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对生活的态度，两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共同话题，气氛渐渐融洽起来。就在我暗自欣慰的时候，林小姐突然话锋一转：“陈先生，听说你的公司在科技圈很有名，那你个人资产大概有多少啊？我很好奇。”陈先生明显愣了一下，但还是礼貌地笑笑：“林小姐，我觉得2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彼此的性格和价值观是否契合，物质条件其实是次要的。”哎呀，别这么见外嘛。林小姐不依不饶：“我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养得起我呀？我跟你坦白说吧，我现在每个月要还2万元人民币的债，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嫁给你，怎么样？这个条件很划算吧？”餐桌上瞬间安静了，陈先生放下筷子，眼神中透露出明显的失望：“林小姐，恕我直言，婚姻不是交易，而是2个人的共同成长和相互扶持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找人还债而结婚，那我恐怕帮不了你。哎呀，你们台湾男人怎么都这么虚伪啊？”林小姐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：“有钱就是优势，干嘛装得这么清高？我这人最讨厌拐弯抹角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不能直说的？”陈先生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坚定：“不是虚伪，而是价值观的差异。林小姐，祝你能找到合适的对象，但很遗憾，那个人不会是我。”说完，他起身礼貌地告辞了。林小姐这次彻底怒了：“什么嘛，一个个都这么完美主义。丽姐，我看台湾男人根本就是不行，难怪那么多台湾女生要去大陆找对象。”我无奈地摇头：“林小姐，问题不在台湾男人身上，而在于你的择偶观念太过功利了。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不是你找个提款机解决债务问题。”最终，林小姐在台湾的相亲之旅以失败告终。临走前，她还是一脸不服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回深圳吧。台湾男人太让我失望了。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深深叹了口气。这位优质剩女，或许终究会明白，真正的婚姻不是简单的经济交易，而是2个人的相互尊重、理解与陪伴。在爱情和婚姻面前，人人平等，无关地域，更无关财富。各位宝子们，听完丽姐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记得点赞订阅，下期我们继续分享更多婚恋那些事儿。